死鸭子嘴硬没好处，他们全都惨兮兮。医生说，我帮你开一下止痛药，背着吧，对吧？我就说我不要，我就是不怕痛，痛到就是我一直在撞玻璃。号称全世界最恐怖的鬼屋，我就跟他说啊，那些都是假的啦。我进去以后吓到那个，就是脸都发白了。我说啊，不要，我不玩了。寒流的温度大概是10度，我就跟我老公讲，还好，拜托摄影棚这么冷，我都可以穿很少了。开录的时候，我把外套拿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抖了。我觉得有一点点冷，对，身体还有温度。挂鼻涕也都还好。对。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你们好。陈哥，怎么样，八妹？我真的不懂哎。你不懂事儿多了。你们男生大方说自己不行，很难吗？不要乱指，不要乱指。怎么样？想当年你哥我在风光的时候，哎呦，坊间还流传着我的顺口溜。什么顺口溜？国神国神你好神，国神国神好销魂。对。怎么还有动作？不是那种不行啦。哦。我是说，你们男生为什么老爱死鸭子嘴硬，自己做不到又不承认呢？这位太太，没有必要站男女吧？这次又谁惹到你了？就昨天，刚好有朋友推荐给我一家新的韩式料理店，到了现场看菜单，哎呦，发现他们最有名的招牌菜是什么？什么？特级猛爆极品美味辣炒年糕，tteokbokki。大家就决定要点来吃吃看啊！一定要吃的，名字听起来也霸气啊！哎，不对啊，你老公不是不太吃辣的吗？对，问题就出在这。哎呦，不太吃辣的老公竟然也拿筷子夹了一大口，我就小声的跟他说：“哎，你不是不敢吃辣吗？吃这么多小心拉肚子。”结果他回我说：“这吃一点应该还好吧，大家吃也都没事啊，我 OK 啦。”结果才不到1分钟。马上看到我老公整个脸跟点一样，鸡胗。鸡胗。他还跟我说还好，就是小辣而已，小辣个头，我看他都快昏倒了。这种死鸭子嘴硬的行为，你老公也不是一条龙了。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其他4条龙，到底他们因为死鸭子嘴硬都发生了什么样的糗事？欢迎他们出场。介绍第一位，小抠妹。欢迎小抠。欢迎。还有艾琳，还有欢迎医生，欢迎可爱的香蕉。好，明星嘴硬事件簿，全都不用带，说大话嘛，不是香蕉就是医生。医生蛮容易的，这没蛮容易夸海口的。对啊，每次寒流来的时候，我都说不会冷啊，然后鼻水就从这边流出来，不会冷啊。揭晓，从这里开始啊。是谁呢？真，怎么样？哎，我们真的不知道哦，我们真的不知道谁是谁哦，好厉害，全都不用带，什么场合你先来。这个场合是这样讲，是我太太那个梦中的场景，是瑞士。瑞士，我刚从瑞士回来。你刚从瑞士回来？对，我这辈子我也不会想要去那，因为那个预算太高了，消费太贵了，超高哎。玩1个礼拜还是10天？我们玩16天，都在瑞士，没有去周边国家。3天巴黎，那因为台湾可以直飞巴黎，对，再慢慢坐那个高速铁路到瑞士，全部都不用带。这件事情是太太有做功课，去那要怎么玩，交通怎么用，吃东西怎么吃，规划好了。他带一大堆泡面，我说1包都不用带，到那还吃泡面，疯了吗？他说那边物价太贵。我说全都不用带，那你再贵吃就对了，一辈子都去那么一次嘛。你这时候蛮霸气的，对，你有土豪的气质啊。他先讲嘛，他就不会带了，因为我已经讲出来了。光他说去瑞士度蜜月，对，全都不用带这5个字跑出来，就知道大概就快出事了。大概就是悲剧的开始。去瑞士不是瑞穗，这是悲剧的开始。不到瑞士心不死嘛，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飞过去。这谁真话谁讲的？我刚刚把黄河改成瑞士，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到那边我吃一顿牛排，因为我们有4个人去吃，还有朋友们也蜜月2个一起去，我吃一餐8000块，等于我这边也是4000多。哇，好贵哦。
第2天也吃4000多，第3天吃6000多，第4天吃8000多，而且这是一餐在外面吃哦，剩下的是吃微波食品，也要200-300，像我们这里吃热食一样。哇，头皮发麻。我第4天就问说，太太，你泡面呢？有没有多带一些？他说你说全部都不用带。后来我真的是学到教训的是，我在瑞士的第10几天之后，真的是饿翻了。我们每天都吃可颂，他很痛苦。太太才整我，他从他的行李箱最深处拿出2盒泡面，我有带啊。就是看你那个死鸭子嘴硬，可以硬到什么时候？他要我真的痛，真的花钱在外面有吃东西，得到教训了之后才拿出来。以后就知道听太太。对，他藏了10几天了。有吵架吗？这一趟？我有说，因为他要点牛排，我说那个不能吃，那个要再忍2天。有因为这些吵架。你要点牛排啊？对，我这儿有新东阳。可是他没带啊。对，我什么都没带啊。这种事情你们听，你不要当笑话听而已。好，要当成自己的一个借鉴。是，我们下次要做绝对要当好功课。成借鉴。这件事情我有 po 到那个我的脸书上面去，所有物价是那么昂贵的，然后我吓到了。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很踊跃，说香蕉瑞士的土好吃吗？他们知道我很多瑞士的土好吃。我说雨水也不错喝，只能这样子。才会自嘲发现台湾有多便宜。对啊，对，相对人的，对啦物美价廉这4个字。卤肉饭也要1碗1000多。卤肉饭1000多，真的假的？那边有卤肉饭。那个紫菜蛋花汤1300。很扯。我后来知道那边应该是中餐厅的一些料理啊，跟人事应该是比较少，物以稀为贵。他那儿没有华人超市啊。有超市，里面有卖华人的东西。也是贵吧，也是贵的不得了吧？对。我告诉你，我朋友说都叫我带那个酱油，扛酱油去看他，去补给啊。美国没有酱油。没有啊，因为贵啊，然后可能品牌也不大一样，所以呢就是味道不同嘛，所以又贵又不好用，所以都要我们扛。难怪留学生都要带电锅去。对，水也是，尤其去山上。好，学到教训了。好，全都这个起头很不错，这起头起的还可以耶。这个好了好不好？这就女生喽。这一定是女生啊，对啊，因为就比较好猜嘛。应该小为了抠啦美我愿意，有没有？小抠啊，应该是他，因为他曾经整了很多。也没有很多。有，我看你出道的时候没有。真的没有整很，没有整很多，看起来没有什么胶感，长这样吧？是不是他？揭晓，我就不相信。怎么样？但这跟整没有关系，这跟整没有关系，是跟工作有关系。你愿意做了什么？就是有一次我出了一个外景，然后那个外景的时间刚好落在该12月底1月的那个时间，然后你知道出外景就也很多人嘛。很冷啊那时候。对，是挺冷的，但是因为我觉得说出外景也不要穿的太多，因为穿太多就觉得很臃肿，再加上因为我个小，那么臃肿就不好看。然后因为那天还规定说要穿红色的衣服，因为要录过年的喜气的节目，所以我就一个类似薄纱那一种，就是红色的，卖槟榔的那种，也不是卖槟榔，有质感的那一种。然后我就穿的那一件，我就准备要穿那件去，然后没有想到，因为就是我老公帮我看了天气，他就说明天有寒流哇，对，明天是，而且我们也去山上露营。你确定你要穿这一件？外景在山上。对，在山上。12月、1月。对，然后寒流的温度大概是10度。当然了，对，10度。那时候我觉得10度还好，我就跟我老公讲还好，拜托摄影棚这么冷，我都可以穿很少了，我觉得我可以，我真的觉得，我说没关系，可以的。然后呢，我就穿了一件大衣嘛，那个羽绒外套，然后里面就穿了一件就是我自己搭好的衣服，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其实因为我都穿着大衣，还没开录嘛，我都觉得很 OK。然后开录的时候，我把外套拿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抖了。我觉得有一点点冷，对，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冷，但我身体还有温度。挂鼻涕也说还好的。对，我就觉得但我觉得应该玩游戏热起来就不会了。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越站那个风越吹，有没有？我整个灵魂出窍，我都没有冷到无法思考旁边有个女艺人看到我，就是看到我在抖，因为我已经抖到无法自拔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问我说，帕金斯症。对，然后他说我还有一件那个就是帽 T 红色的，你要不要穿？然后我就说不用，我可以。我就说不用，没关系，我可以。你这时候还嘴硬。我说不用，我可以。然后我就一直录到旁边在玩什么，开什么玩
玩笑，我都没有办法投入，那我就嘴唇发白，整个人都已经抖到不行，而且很容易会失温，你知道吗？失温，我真的失温了，然后真的忍不住了，玩到最后一趴，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就是跟那女人说，你那个衣服借我穿一下，因为真的好冷。整个录的过程大概几个小时？很久哎，从早上会有突然停机，然后让他可以套一下的时候。对，但停机有套，但是一脱下又开始冷，一脱下，你知道套已经回不了温度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很硬，我觉得我身体超级好，因为平常嘛，我也会去做瑜伽呀，还有重训啊。有一天我就是有一个登山的朋友，他就是平常都会爬山，他就问我说：“哎，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爬？”我就觉得哇，好啊，我没有爬过，可以。然后他就选了一个山，那个山就镜面山，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去过，很难爬，剪刀岩那边。他跟我说那个是初阶的人就可以了。哪有？对，他说是。说这话人骗你的。那我什么设备我都没有带，我就穿的也很简单，配备也都没有带。然后呢，我就跟我朋友一起爬。其实爬到不到一半的时候，大概1/3我已经缺氧了。然后呢，他看到我的那个脸色又不是很好，然后问我说：“你可以要不要休息？”我说没关系，我可以。我就说我可以继续爬，因为我看到旁边有很多60几岁、70几岁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爬得很快，你知道吗？我看到他们爬那么快，我怎么说我不可以啊？我说我可以。结果呢，我就一直慢慢往上爬，边爬边吐，就是爬。先是那个，还有一段还有绳子，剪刀岩那边，而且它有一些对，只有一条绳子，它有一片大岩壁，你是手脚要并用，然后像蜘蛛人这样子上去的，你没办法正常用。而且那个没有回头路，就是你只能上去，而且永无止境。我觉得我这辈子都爬不完的那一种。我不行，我一上去到一半的时候，我说好高哦，我真的上不去，我腿软了。他说不行，因为我们没有回头路。上去之后会看到什么？整个台北市的市区啊，一个平台，一个大平台，它也是大平台，有一大很多网美在那边拍照。天气好的时候，你还可以遥望那个101信义区的，是，能见度是可以看的，可以看到林口台地，对，整个台北盆地都台北市，对。我上去没有在拍照，我先瞪我老公那样。要一个。真的有够痛。我们来走一个图形好了，好不好？这样，然后再交叉，再下一个，真的有够痛，这个一定是他。因为他们以前 circus 是最耐痛的。哎，你们那样玩真的好危险哦！你现在回想，因为我妈帮我买超多保险，因为她想说，哎，可能会赚哦，可能会赚。这个不是他，就是曲爱玲。女生其实很能猜他，来揭晓喽。怎么样？理解，但是我真的不怕痛。什么痛？生孩子对不对？生孩子，我是剖腹嘛，我都没有吃任何的止痛药。徐海玲，牙医也是，他都说要不要试试看不打麻药，我说先试。哦，为什么牙医很痛？然后我的小孩都在旁边，都在头皮发好痛。然后我都说，你为什么会没有痛感呢？对，这是医生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他们觉得比较可怕，是我痛感神经不敏感。他说其实未必是好事，这样很危险呢。对，因为痛其实是人的保护作用。对啊，但是我可能就是从小很能够忍痛，所以你也爱吃辣喽。我喜欢吃辣，因为辣是痛觉。对，所以他不怕痛，所以他可能不怕辣。但是我就是不怕痛。那这怎么会有觉得痛呢？有一次我就是去做这个冷冻美白牙齿，你没有做过冷冻美白吗？没有。冷冻不是要照那个蓝光吗？然后整个过程也都很舒服，然后还睡了一觉起来。但是离开之前，医生说我帮你开一下止痛药。照个蓝光为什么会痛？对啊，他就跟我说你确定吗？他说我觉得你最好背着。然后我就说我不要浪费健保资源 ，OK？那个时候大概差不多6、7点吧离开，然后医师诊所也要关了，然后我也跟我先生载我去吃了一个饭，到了晚上8、9点的时候，吃饱了，开始了。你知道那个痛是神经的痛，你有没有牙齿神经痛过？有，是抓不到痛到那种，是会钻到你的脑。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在撞我的老公的车子的玻璃。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我感觉到我的神经在痛。然后我老公就看着我说，你觉得痛？那应该很痛。然后我就说真的。圈圈叉叉的给我痛，然后后来我先生说要不要去药房买止痛药，我说不要，我让他
痛一阵子，应该会过。我看他能有多痛。对，然后我就一直在撞玻璃，撞到晚上10点钟，玻璃更痛，更痛。你知道痛到就是越来越痛，我一直在捏我身上，你知道我整个倒在地上，一直在抓我的身体。比你要生小孩的时候都痛。对，比生小孩还要痛。然后那个痛到就是我先生也没有办法放，他说要不要去急诊？我说不需要。哇，你还抗水印，所以我一直忍到那一个晚上也没睡觉，我一直忍到早上8点钟。你知道医师的诊所9点开门，我8点钟就杀到他的门口等他。还在痛哦，那个时候对，还在隐隐作痛。然后呢，等他一到的时候，我就冲进去，我说给我止痛药。他痛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是因为我们牙齿里头会敏感嘛，所以它的冷光其实会让你的神经更敏感，所以你只要喝水，如果碰到冰的、冷的、热的，加强那个痛，直接会加强它的痛。哇！所以现在呢，只要做任何的事情，医生如果说要开止痛药备着，我都说好哟，先拿着。因为怕有个万一，对，可以不吃，不能没有。哇，这个教训。哎，我们目前没有重复哎。对啊。哦，是不是该换医生了？技术有够好，医生。你要偷看。医生他是有可能吹嘘这种事情的。什么技术？你承不承认？你承不承认你好面子？我好面子啊，可是我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技术够好。哎，我就是他，就是会吹嘘。你破梗啊！你可以去算命的，就是你。对，你是什么技术有够好？我觉得我的开车技术跟停车技术很好。哦。因为现在车子他们都会配备，譬如说自动帮你停车，自动帮你倒车，还不敢用嘞。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些都是因为他们技术不够好，所以才会很多人仰赖那些就是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呢，我朋友他就买了一台新车这样子，那他那个新车就是哇全配备哦，顶配，然后就是各种智慧功能都有。他就很依赖这种，比如他平常去停车什么，他就直接交给那个电脑系统，就让它自动停这样。然后有一次呢，他就揪我去参加那个丰年祭。到了那个丰年祭的现场，因为丰年祭那个都是在那个部落里面嘛，那部落呢，其实它连外道路都是一条那种小小的弯弯曲曲的产业道路或什么的，对，都小一条。其实你就看到路边已经满的，就停满的时候，停到哇，感觉好像500-600公尺，已经很远这样。结果呢，我就眼尖说，哎，路边有一个停车位。结果呢，他就那个车子一按那个自动停车的那个功能这样子，就是到，哎，突然就跳警示了。空间不足，这个此处不能停车的那个意思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说拜托，我停车停了20年了，这个空间足不足我会看不出来吗？这是可以停的。他说可是电脑就说不行啊，电脑说空间不足啊。我说拜托。电脑是人脑发明出来的，100台电脑再聪明也没有比1颗人脑厉害这样子。我说来下车，放我来开。然后呢，我就下车，我就说你那个电脑说，他真的对自己蛮有自信。对，我说那个电脑说空间不足停不了，对不对？我现在停给你看。那我就开始了哦，一开始那个裤子要摆出来这样，parking 开始 parking 开始 parking 这样。我觉得左3圈，顺进来，还在右3圈，右3圈再进来的时候。突然觉得，怎么有一阵挤压感？我就觉得我那个油门踩点怎么有点紧的这样子。我想说，可能是什么石头卡到，对，硬踩下去，然后就听到前面的那台车子啊，就是那个警报车，就警报器就哔哔哔，快到了。我朋友就说 K 到了啦 ，K 到了，怎么办？我说没事，你前面那个保杆是那个塑胶的，那个。这时候还没事。对，敲一下就没事，敲一下就是。我说对，这个时候就是往后退挤进去。就 OK 了，这样子，往后退的时候，那个倒车雷达就哔哔哔哔哔，已经到一长声哔了，这样。临界点了。我说 No， 你就错了，因为电脑通常他们都会有 RSOB， 他已经告诉你哔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抓最后0.05秒，再多踩一下。那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声音，就是砰一声。不是，因为其实他哔长声的时候。通常都还会让你有点预留空间，你要去抓那个预留空间啊，这就是人脑聪明的地方。还有10公分啦。对，但是你的那个油门要很精准，这样这样踩一下这样子。好，我就这样踩一下的时候，后面那台车哔哔哔，就前后2台车都哔哔。我朋友受不了，我想说糟糕，结果他就下去看。
一下去看以后，这才发现事情大条了。怎样？出国旅游嘴太硬，快乐行程全毁啦！每次出国玩呢，就是换好的现金全部花完，一毛不剩，一毛不剩。然后时间呢，我一定要玩到最后一刻。我就说不用，我都算好了。地铁没有到机场，全部都算得准，我觉得这太危险了。这才发现事情大条了。怎样？为什么那一格会空在那边，没有人去停呢？因为那一格的地板上面都是那些工程废料，就是什么有那种铁管啊、铁屑啊，然后那种尖锐物品什么，怎么散落一地这样子。然后他就眼睁睁看着有一个大概这么粗、这么长的这个铁杆是插进那个轮胎里面的。然后我到这个时候还嘴硬，我说没关系，我有看过 YouTube， 我会换备胎。他这个时候已经不相信我了，他就觉得说我一切都是在就是死鸭子嘴硬这样子，然后说不要，我还是找那个修车的那个师傅，然后来把我们的车子拖出去这样子。但是因为那条小路实在是太小了，所以一旦那个拖吊车来的时候，哇，整个就是马路就是瘫痪，没有人可以进，没有人可以出这样子。对，我就听到里面啊，就是那个部落里面那个广场那边就传出来那个好像是村长或是酋长他们广播的声音，这样。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国语没那么标准吧？对，各位原住民的朋友，我知道大家都在想。那么久都没有跳舞是怎样？因为现在外面有人出车祸，县长进不来啦！塞错，对，因为县长要来，县长进不来，不是在等他，是他们人卡住。对，因为他们就是那个丰年祭，他们最重要的重头戏就是大家围成一圈，然后跳那个大会舞。但是那个大会舞是必须要等到县长来致完词以后，然后大家才拉着县长可能一起跳那个舞这样子。县长被在堵外面。你就是社会的乱源，你是阻碍国家进步的原因。我只是那一次失常而已。其实我平常99%都跳得很好，让整个活动 delay 了。他把人家丰年祭办成了我们过年守岁了，整个活动从11点开始。跨年了，倒数，大家就等这样子。我们好，这个吗？钱没有了，钱没有了，钱没有了，看一下，他们对不对？他们意想不到吗？真的很厉害，陈哥真的很厉害。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其实呢，我之前呢每次出国玩呢，我都会让自己玩得非常的尽兴，我一定会把我身上所花的，就是换好的现金全部花完，一毛不剩，卡肯定一定要刷爆，刷到最后一个不能再刷的那个程度。然后时间呢，我一定要玩到最后一刻，我就觉得我这个旅程呢才值得。你感觉起来出门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没有，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把它花完，我都来了，然后呢钱呢到时候再赚就有啦。所以这一次呢，其实是我跟我出国去找我日本的朋友，去找日本的朋友玩，然后玩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时间也是很紧绷，然后我朋友就看那个时间，他说你要不要赶快去机场了，因为时间好像差不多到了，你的飞机也差不多要check in那样子。我就说不用，我都算好了，而且我都看好我要搭哪一班地铁，我都算得刚刚好，我一到，然后呢直接去check in刚刚好，然后我就硬要玩到最后一刻，然后玩到最后一刻呢，我要去搭地铁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跟我看到的有点不太一样？这一班地铁没有到机场，因为不是每一班都会到机场的，所以有的是直达车，有的是什么区间车，对，蛮复杂的。我看错了，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那我朋友说那怎么办？那你这样来得及吗？我说来得及，没关系，我冲一下应该可以。他说但是你身上都没有现金了，要不要给你一点日币？我不用，我都算好了，而且我机票都买好了，我到直接check in就冲上机了，就要飞了。OK， 不用。结果呢，我就是拎着我的行李，然后就狂奔嘛，我就是搭了地铁过去，然后时间真的非常的紧绷。那我到的时候是地下1楼，其实呢，出境大厅可能在2楼，所以我要从地下对不同的线，对，所以我要上2楼，所以我一出去的时候我就狂奔，而且我要找是哪一个柜台。等到我找到我的柜台的时候，
他不让我登机了，他说那个飞机已经飞了，我就关柜台了，并不是飞机手。对，他就柜台都关了，然后我就怎么办？然后我就那也没办法啊，叫他来接你啊。没有，我没有打给他，但因为我身上也没有钱。前面夸下海口了，怎么敢找人来接啊？我没有钱，不然难道他身上没钱，他怎么坐飞机回去？对，我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就在机场睡了1天。那你没有钱再买机票啦？没有钱买机票。机场是可以睡的。后来我发现机场有一个区块蛮多人一起睡的。什么啦？真的，我在那边是大通铺哎，真的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然后那个椅子在一排啊，对，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他们都没有去住饭店，就是都睡机场。有些背包客会直接睡。真的，我发现是在等，比如说空位可以临时要上飞机的，这么及时补位的。灯不会，我就是蛮大一片，然后会关灯，就是好像熄灯的概念，大家都睡觉，一起睡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在那边睡了1晚，反正就打电话给那个当时经纪公司的那个经纪人，就说你可以帮我再补买1张机票嘛，我隔天要飞，就是我来不及回去。你全部都算得准，对我算的有点，对，就是很人生一定要有 SOP 耶。我以前也喜欢这样子，是吧？我喜欢就像那种不可能的任务，对 ，Mission Impossible，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太紧张了啦，就是要这么刚刚好。哦，这很危险哦。对。现在没有再过这种生活了，对不对？现在没有，现在会比较放慢、优雅一点的，不会把它刷爆，成熟了。对，我会留一点现金在身上。我们来一个，都是假的。哦，香蕉或医生。谁？好强啊！哎，你们真的太有经验了吧？刚刚心虚的笑，很强。医生太容易被看破，哪里假的？承认今天。我会这么的有自信，是因为我已经拍了大概10年的那个灵异节目的探险节目，对。然后我已经去遍大大小小鬼屋这样子，都是假的。你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快点。有些是真的。不是你真的有这种体质吗？何谓真的？就是那些状况你无法解释啊。你真的？比方说，我有亲眼看到，就是东西在你的面前倒掉，然后还在地上移动这样子。因为我去的都是拍这些真实的状况嘛，所以当我朋友邀我去日本一个号称全世界最恐怖的鬼屋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啊，那些都是假的啦。然后去了以后呢，在日本哪里？在日本有点靠近富士山，它是在富士急乐园里面。大胆王变胆小鬼，医生嘴硬糗大啦！是去那个乐园玩，但是不敢去那个鬼屋这样。我就说我们去，而且我还带队，我走第一个。你打头阵？对，我打头阵。我进去以后吓到那个，就是脸都发白了。我说不要，我不玩了。它是在富士急乐园里面的一个，在乐园里，对，它在乐园里面。然后呢，它是一整栋废弃的医院，去把它改建成就是让大家可以进去玩的鬼屋。可是呢，一般就是譬如说迪士尼或什么的，你的鬼屋是坐着车子，然后进去游览一圈出来这样子嘛。但是它那栋鬼屋4层楼哦，是要你徒步自己。就是从1楼这样慢慢走进去，然后顺着它的那个路线走进去，然后就有很多以前曾经去过的人，就是被吓到心脏病发啊，或者是就出来以后就整个后遗症超严重这样子，所以有很多人是完全就是去那个乐园玩，但是不敢去那个鬼屋这样子。然后我朋友就说啊，你不是就很敢啊，什么什么，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什么。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当然拜托，而且同行的又有很多那个就是其他的女生嘛，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啊，一定要为了那个面子，还想耍帅，对，还想说哦，拜托，那些都是假的啦。我平常在台湾出的那些就是鬼屋外景，我是真的，我是真枪实弹，我是实打实的。你们这是啊，想要吓倒我没那么容易的这样。我就说。我们去，而且我还带队，我走第一个。你打头阵？对，我打头阵，因为通常那个鬼屋大家都很紧张，没人敢走第一个。结果走进去以后呢，我就发现，他们是真的就是大有来头的。你去过这么多鬼屋，你会在一踏进那屋子的一瞬间就感觉到这边会吗？会，是不是有问题？他刚说了，他一去，他刚进他就说大有来头，他说的。对，因为我一进去以后，我就发现他们的这个所有的场景
然后所有的道具逼真到会让你就是你已经我已经觉得说我真的来到鬼屋了。因为它的，譬如说，它的那些蜘蛛网啊什么，你不会觉得说啊，好像是这些彩带什么喷出来，你感觉好像是真的蜘蛛网。它要做一个火灾的现场，你不只看到那些烧焦的东西哦，真烧过了，还闻到味道，有可能是真的是，对，你还真的闻得到那个烧焦味，或是那个炭味这样子。然后，因为它是这个主题是一栋废弃的医院，对，所以呢，它里面就有那个很多的那种诊疗室啊，然后就还有手术台什么的。我就远远的看到了一具那个尸体，这样哇！我就跟他们说：“哎，你们过来看，你们过来！日本人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吗？他那个皮肤啊，做到你会觉得说，真的是一个人躺在那边，然后那个肚破肠流。”你又走到尸体旁边看啊？对，我就说：“你过来看，过来看，因为你看那个肠子啊，那个血浆啊，什么什么，一切都好逼真啊，这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凑近来看，结果呢，就当我这样凑近的时候，你知道那一具尸体，他就。砰！这样，他就突然从那个手术台上面，砰，就直接这样子坐起来，这样坐起来那一瞬间，因为我没有料到他是一个真人，然后我以为他是道具做出来的，然后他一抬起来的时候，我腿已经软一半了，然后呢，软一半就算了，你知道他坐起来还不放过我，他是下了床以后，然后开始这样咚，就开始这样子追上我这样，然后我一定会尿裤子的。对，我那个时候已经不行了，我也顾不了什么男生的尊严了，什么那个勇气啦，什么，我就不要，我不玩了，我就这样子，已经发出那种女生的那种惨叫声，我不玩了这样子。你的同伴们在干嘛？他们因为我打头阵嘛，同伴们他们还依偎在那个手术室的那个门口没有进来看我，但是他们眼睁睁目睹我这一切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不要玩，然后呢往外冲，你知道那一具尸体啊，他是会追着你的那一种哎，然后超级可怕，然后呢，因为他们那个鬼屋，他们都会在一段路的时候都会设有那个。安全机制，就是以防有人真的撑不下去的时候，是什么心脏病发或什么的，对，心脏病发，你可以看到那个出口，就是那个求救了，我就直往那个出口冲这样子，我想说再给我2秒，再给我2秒，你真的觉得2秒钟时间好漫长，永远都到不了那个门口这样，我就冲到这个就是外面的时候。那一具尸体才停止，才放弃追我，就这么的紧绷哎，放过你，对，他在放过我，真的吓死了。对啊，对，同伴嘞，他们就在里边，我顾不了他们了。可是你知道有多丢脸吗？因为他们就是故意会把那个就是如果你逃出来，刚好就会直面对着接下来排队要进去的人，他们就是一排一排的人龙在那边。对，然后我就这样子就是叠坐，就是以那个我要嫦娥奔月那个姿势叠坐在那个出口的时候，然后我就说亚美得。我真的那一次，我真的是好丢脸，完全没有办法。后来我朋友他们是走完一整栋，全部走完玩完，然后出来就看我在那边，就是一个人已经吓到那个，就是脸都发白了，魂飞魄散的。啊，不是很强吗？不是什么都不怕吗？不是鬼见愁吗？我看你这是，然后把我亏得半死。他们没有你，他们还玩得完呢，很厉害。其实不需要你还是鬼屋主持人呢，你就搞完亚美点。没有，因为看了这一幕戏之后，就知道这一切都是 setting 的，你就不会觉得说那是一个真实。比较可怕。对，国人的确比较可怕，因为没有料到，我以为是道具，突然变活生生真人，吓死人，魂都吓飞了。好了，下一个，那就剩下我来搬东西的是香蕉吧？香蕉吧。哎呦，嘿，猜错了。哦，你不止不会痛，而且还有力，是吧？对啊，开玩笑，我平常都在健身的，我从10几岁开始就是运动咖。逞强做事很胖，徐爱玲嘴硬后悔啦。你看这个，虽然有小肌肉在这边，整理行李啊、扛行李我都觉得可以，然后就这样用力一拉，哎，就感觉到咔嚓一声，然后医生说，因为你不怕痛，所以你根本感觉，这只要一蹲下去站不起来。对。从
从10几岁开始就是运动咖，哎呦，登山、举重。你知道我跟永贤以前去上那个加州健身房 Body Pump， 我们总共就是一天我们可以上6堂有氧加举重课，然后跑步。就是我们就是一整天8个钟头，我这个战斗营我这个半百的妹妹，她能维持这么好是有道理的。超过好厉半百害。对啊，所以其实我自己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的健康啊，自己超有力。你看这个，虽然有小肌肉在这边的，哎，来香蕉你摸摸看，哎，那不是玻尿酸打的，这不是玻尿酸打不出来的。所以其实出国的时候，常常都是整理行李啊、扛行李，我都觉得可以。可是小孩长大，他们都说妈，你不要逞强了 ，OK？ 这个行李就交给我们，可是呢，他们又常常会跑掉，一下去买饮料，一下去什么那个商店，又去逛一逛。那你知道我个性很急，我觉得快要时间到了，然后又找不到他们人，所以我想不管我自己来搬，然后就这样用力一拉，哎，就感觉到咔嚓一声，咔一声，哇，糟了！我以为只是扭到 ，OK， 但是当下也没有觉得痛，没事。然后就去香港，香港呢又是吃吃喝喝走一走，走的时候因为香港有的时候要走坡啊，走路，对我就会觉得哎，好像膝盖有一点点酸，就觉得自己拉到了。晚上回饭店我还在拉筋，觉得自己可能是。筋太紧了，没有暖身，所以可能觉得拉一拉就会松一松就好了。每天在抬腿，回到台湾呢，还继续的走我的快走啊，然后继续的做我的瑜伽动作，还想要说把它拉开就好了。结果呢，越来越不对。隔了1个礼拜，有一天我朋友看我穿短裤，就说：“哎，你有没有发现你这边的膝盖比这边的膝盖大？”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好像在香港有扭到脚。他说不管，我带你去看医生。就一照，你知道韧带撕裂了，好严重。医生说你应该很痛。他说你怎么了？你做了什么动作？我说我抬行李。我说可是我平常都在运动啊。我说抬行李有什么问题？就医生说，第一是你的肌力，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角度，所以他说你可能拉太快了，所以就刚好那个角度就还有关节的那个润滑度，所以我有半年都没有办法运动，然后呢还要绑那个护膝，然后你知道出去上厕所，然后还要找那个不是蹲式的，因为只要一蹲下去站不起来。对，所以真的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其实除了运动，你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然后我也跟我的营养师朋友稍微就是有聊到说怎么样去照顾，他就推荐一个就是真的是蛮好用的，而且知名的一个葡萄糖胺，吃完1瓶，我真的觉得有保养，真的有效。来。就是这个日本100年的品牌的葡萄糖胺，真的是非常厉害又有名，而且它在日本已经连续畅销15年了。你看，像桂妹姐她也有在吃，所以她在实境节目的时候真的是活力满满，而且灵活自如。那之前其实我在行动感觉到就是卡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又不敢去跑步，而且呢常常听到咔声音呢，真的就觉得自己自信就没有了，不敢跑远。对，然后甚至于是稍微走多一点呢，你有那种感觉吗？就是看到椅子就想要坐下来，然后呢看到楼梯就觉得我还是去等电梯好了。这个强悍的女人不行了。对，但是呢，就是这个鸭子嘴硬嘛，对不对？就是朋友找我去登山的时候，我就今天我好像有家长会，我今天好像有录影，然后呢就想办法解决，因为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说我走不动了。所以现在开始补充这个葡萄糖胺之后呢，我发现呢保养真的有差哦。吃了1瓶呢，我告诉你，我跟家人们他们一起才刚刚去韩国，就是我之前只要走差不多5000多步，我就已经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累了，而且就已经觉得走不动了。但是后来你看，2万今天走到2万多步，超强哎！然后你看，像这边就是我带小朋友去滑雪，而且那是小朋友还不会滑雪，我还要教他们怎么滑雪。这是我去参加妈妈就是家长的比赛，自己还要做示范。对，你的体态很好。对，所以呢，就是你看这些都是需要很多的肌力，而且你的行动力要非常，这就是金边山，对，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真的只要保健的好，不管几岁你都可以去爬。真的，薛爱玲。对。
都看不到你老公的踪迹啊。我你爸在家里嘛。后来呢，其实我的亲朋好友他们就看到我说，哎，好像你的脚力变得很好，忍不住都会来问我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一些秘密的武器啊？那我告诉他们，就是这个日本的葡萄糖胺，它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有这个软骨成分，它也搭配着肌肉成分，那它是一个双效独家的配方，只要一瓶呢，其实就可以照顾到你的肌肉还有你的软骨，真的很贴心，而且重点是，你可以看到哦，其实它小小的一颗。真的非常好吞，它的保养其实真的很简单，它就是需要软骨来保护，然后肌肉是帮你支撑，所以你的行走就会行云如流水，然后非常的顺畅。所以你看，我现在已经54岁了，我告诉你，我非常的能 Q， 对，有多能 Q 呢？示范一下，不要勉强，现场示范，不要勉强，不要勉强。来，这个动作很难，很难呢。对，这是简单的一个瑜伽，拉这个大腿前侧，要不要来一下？这个很难吗？我这个，你要看到我刚刚那个姿势的话，大概是车祸现场才看得到。不要。对，所以呢，其实一般来讲，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关节的保养好像是要到了这个年纪大，你才要顾关节。其实呢。就像我们知道，你的这个关节是一直在这个磨损，你的软骨一直在磨损当中，从年轻就开始了。就像你的银行存款一样，你不能等它花光了才开始存钱，就是要一点一滴的就要存。那像你们年轻都还没有感觉，那现在你们都喜欢健身、喜欢跑步、喜欢登山，对不对？这些都是让你的软骨会不时的在磨耗，所以呢。真的，现在就要提前的保养，一定要好好的顾好它，这是很重要的。那很多的长辈，像我身边的一些叔叔伯伯、阿姨，还有我自己的妈妈，比如说他们住在公寓里头没有电梯的，可能就不想要出门买菜，因为怕爬楼梯。然后就像我之前那个公厕，如果看到那个蹲的，他们怕自己站不起来，所以也不想要出门。要出去这个进香团拜拜，根本就跪不下来。所以更不想出去，你知道老人家不是越不动就越动不了，生活状态变成这样就危险了。对，因为他们不想出去，就会变成很忧郁，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他一起保养。那订购其实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很方便，我自己呢其实就是很相信，就是要去官网去订购，因为怕有这个。仿冒品。对。那再来的话，其实他们很多老人家不会用这个网络订购，对，所以打电话订购也 OK。而且只要是这种保健品呢，最重要的是定期的吃，而且它是长期的要吃。所以呢，你订购的时候可以叫他就是大概抓这个日子，定期的送到你的家。可以月配送这样。好像羊奶那样子。所以它就是一个定期的保养，那我觉得非常的贴心。最重要的是它一瓶也会宅配，而且是免运费。哇，这么好！对，谢谢艾琳，谢谢艾琳，谢谢艾琳。好，谢谢徐艾琳的介绍，这也是我们今天唯一错了2个，以为这个是香蕉斑，这个是徐艾琳花钱，没想到我见红吧？你花钱见红，哎，没错。香蕉贪嘴不要命，陈哥点醒梦中人。一天喝这么。因为我原本是30腰，之后用到34腰，有去健康检查，我有16个红字。哦，那为什么不想活了呢？我之前都是一天喝差不多3杯奶茶，然后是奶精的才喝，我就喝。为什么不想活了呢？我以前不知道3杯有点太多了。以前是8分糖，然后现在半糖，现在有往3分糖去哦。我一直到要结婚的时候，去年嘛要试西装跟婚纱，我是西装裤上去之后，因为我原本是30腰，之后用到34腰，然后还有一点点紧，就跟我说这么多了，3个月哦，就要穿婚纱了，就要穿西装了，叫我那3个月要减肥。我知道那个没有问题啦，我只要1-2天节食一下，游个泳、跑个步就会瘦下来了。我是很容易变胖。那是10几岁的状态才能这样啦。我就年轻的时候可以了，年轻的时候，现在不行了吧？
不太行。对，现在不行了。太太就是这样子看我，然后你不行吧？我说怎么会不行？怎么可能？怎么能说我不行？怎么能说不行？哎呀，我是没这样想，我就觉得我一定可以。他说不然打赌，如果说时间到了你没瘦，那个时候9月，如果你没瘦的话，抓36000块给我当红包，等于是罚钱，要让我痛，所以我才会下定决心去减肥。我说好啊，我之后每天都去用那个我们的公社去游泳，然后我都吃健康餐，吃了差不多10几餐吧。我想说这样应该 OK 了。那个时候也才7月多，我后来就有点疲倦，然后就一路到9月。后来时间到的时候，我没有瘦，又胖了2公斤。反倒胖了2公斤，你都这样运动了，可是外表没什么变啊，裤子也还穿得下。那肌肉多了，可能是增肌减脂嘛。对，肌肉量多了。我肚子缩一下还是穿得了，照片也拍了，结婚也顺利了。可是我就喷了36000给太太了。我想说这也没关系，我也是没有认错，我觉得我还是瘦瘦的。是直到今年有去健康检查，我有16个红字。哦，吓到。超级。你几岁啊？我36。这不会发生在一个36岁的人身上哎。你知道大部分都是高血脂，那个超坏胆固醇，什么脂肪肝啊什么的。超坏的胆固醇。超坏胆固醇，其实人都有，超坏胆固醇超标，我比一般人多太多啊。好的胆固醇啊，我太少。医生说我的危险是，我有可能突然就对啊，就去了，因为你的血管都是油啊。对，他说塞住是一瞬间的事情。血液不能那么浓稠，叫我饮食要改。像我是好的胆固醇非常高，对，这是跟饮食习惯有关，对不对？太有关系了。还有运动，他说我都没在运动，完全不行。会不会你的红字跟我差不多啊？因为我也是10几个。你有10几个，感觉很健康。我们这个年纪10几个正常吗？我们这个年纪对吧？不要啦，改变一下饮食习惯啊。我大他快2轮呢。整个通常会有10几个哈，就是因为那个血脂过高，导致肝啊、胃啊、肾啊那些都连带的。改好一个，全部都会好。所以我很有把握。超慢跑。今天分享这个死鸭子嘴硬的事情。这是个人的一个人格特质。心理学家研究说，这个死鸭子嘴硬的心态，其实就是跟自尊心作祟有关。这么简单？因为担心承认错误，就让自己觉得。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无能，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所以你就坚持到底的不认错。在面对批评的时候，为了维护自我形象，就会产生嘴硬的这个防御模式。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没有死鸭子嘴硬的行为啊？最重要的其实很简单，愿意跟他人坦诚自己的不完美。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来坦诚的，全部讲出来了，全部讲出来。你看你们坦诚还拿了钱回去，对，这是有奖励的。坦诚费，你们的坦诚是能得到奖励。真的，你看你刚刚的软脚，你今天为什么能够赚到车那个通告费？就是你刚刚的软脚演得好。你要是不愿意承认你曾经软脚，你赚得到这个钱吗？对，没错。祝福大家，祝福，谢谢。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